在权力的游戏里有这样一个人，他既没有家族，也没有军队，他没有权力，没有任何财富，他穷得连鞋都没有，他甚至连个名字都没有。这个人就是大麻雀，他穿在身上的都称不上是一件衣服，他也说着最朴素的话，他代表着清贫，也代表着正义。可就是这样一个高举着信仰旗帜的角色，最后却落得一个灰飞烟灭的境地。当一个人自称站在正义的一边时，他真的还看得见自己的残酷吗？今天的心理镜头，就让我们试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聊一聊这个有趣的角色——大麻雀。嗨，我是骑士比利。如果你也深受那些负面情绪的困扰，生活和工作陷入了一团糟，那就不妨来看一看我们新的在线心理课程已经上线，就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置顶评论中，现在加入还有早鸟优惠哦。话不多说，正片开始。大麻雀最容易被看到的是他的信仰，或者让我们说的再直白一点，正义。原作故事里的大麻雀个子高大，身材消瘦，眼神冷峻，有着一头灰色的头发。没有人知道这个人来自哪里，只知道他自称靠着双脚走遍了整片维斯特洛大陆的7大王国。据说他经常会去到那些往往因为太小而没有专属教室提供服务的村庄，履行一些诸如为新生儿命名、接受人们的忏悔并宽恕他们的罪孽，以及主持婚礼等普通修士所做的一些传统职责。武王之战之后，他所领导的宗教团体开始公开谴责那些权贵和富人们，把战乱和苦难强加在了无辜的平民百姓的头上，并由此谴责那些互相争斗残杀的贵族们。也由此他来到了君临城。而这个角色第一次出现在电视剧的镜头里的时候，光着脚站在君临城跳蚤窝的穷人堆里，正在为穷人们分发食物。瑟西为了寻找能够压制提里尔家族的方法而找到了这个人，甚至在刚刚见到大麻雀的时候，他也脱口而出地问：你怎么不穿鞋？大麻雀的回答是：我给了更需要他们的人。这个角色对七神有着无比虔诚的信仰，伴随着他钢铁一般坚定的意志。他的信仰看起来没有掺杂一丝一毫的政治目的，也因此我们在电视剧中所看到的大麻雀确实能够表现出毫不受到贿赂或是威胁的影响。他为底层人民发声，反对腐败，反对权贵的放纵，这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也非常正确。可他的所有行为却全部都是站在世俗权力的对立面，宗教和信仰上所建立起来的。聪明的观众一眼就能够识破，大麻雀用来构筑自己的价值体系的工具，虽然披着信仰的外衣，但本质上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并且大麻雀所占领的这一片道德高地，更准确地说，它所代表的是一种完全没有任何灰度的非黑即白的道德体系。站在心理学的角度上去观察，大麻雀的状态更加接近一种叫做道德绝对化的结构。在他的世界里，只有绝对的对与绝对的错。如果只看到这些，你可能会觉得这看起来倒是很像史坦尼斯，毕竟史坦尼斯也是一个非黑即白的人。不过史坦尼斯站在绝对正确的那一侧，他始终相信的是牺牲是值得的，而他所牺牲的要不就是在法理上确实没有继承权的所谓的敌人，要不就是他自己这一方的血亲，例如自己的女儿或是劳勃的私生子詹德利。
但是大麻雀却与史坦尼斯的行为彻底不同。如果说史坦尼斯的牺牲是一种小范围的精确打击，那大麻雀就更像是无差别的大规模范围性杀伤。他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深刻地相信自己是永远站在绝对正确的一方的。而既然自己是永远站在绝对正确的一边的，那么与自己存在不同意见的人，那就自然而然是绝对错误的。所以无论对这些绝对错误实施什么样的惩罚都是合理的。于是我们会发现一个非常关键但是又埋藏得很深的转变，它不再只是维护信仰或维护正义，他开始使用强迫性的手段来让别人接受他的理念，从而能够让别人变得和他一样。用更好理解的话来说，他在用他的方式掌控其他人。他借着信仰和神的名义对其他人进行审判，在肉体和精神上既羞辱他们又惩罚他们。但这些行为在他的逻辑里都是正当的。在电视剧的剧情当中，我们能够很清楚地看到，大麻雀是明确知道自己手下的一个名叫乌尼亚的修女会对关押在地牢里的人做出怎样的事情来的。但是他自己对修女做出的行为并没有任何解释，他只是说乌尼亚修女有时过于热心。所以我们可以在大麻雀这个角色的身上发现一个核心问题：当一个人坚信自己是绝对道德的，是站在道德高地的最高顶点上的时候，他还能意识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吗？由于信仰宗教的原因，大麻雀是一个极端禁欲的人。他不仅表现得远离一切酒色欲望，甚至他表现得完全没有一丁点对基本物质生活的欲望。除了常年光着脚不穿鞋之外，电视剧中的大麻雀身上套着一件像粗布口袋一样的衣服。与其说那是一件衣服，我真的怀疑那是不知道哪里捡来的破布。与大麻雀的这一身破布相比，在电视剧《七王国的骑士》中所表现的流浪的篱笆骑士邓肯身上穿的，看起来都更像是一件衣服。也由此，观众们很容易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大麻雀反对一切享乐，反对一切与肉身有关的物欲，甚至反对一切与欲望有关的东西。但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这往往意味着这个人对欲望的压抑极其强烈。只是现代心理学认为，被人为压抑的东西从来都不会消失，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流失，在心灵的阴暗处堆积得越来越多，到最后只会以另一种形式爆发式的回来。于是你会看到，大麻雀把自己内心深处这种对世俗欲望深刻的压抑，全都倾泻在了那些他认为有罪的人身上。这种行为以及其背后的心理动因是一种非常典型的结构，表面上显示出纯洁、克制、禁欲、有信仰，但深层却是强烈的控制欲、惩罚以及羞辱他人的身体。这也是为什么在故事里，大麻雀对于有罪的人会强调需要他们在认罪之后通过某种仪式来完成净化，而观众们都看到了这种所谓的净化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就是让那个人全身赤裸地进行游街示众。这是大麻雀将内心深处对于欲望的压抑投射在了他人的肉体上。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它的内在深处不是没有欲望，而是把欲望变成了审判他人的权利，并且为此披上了宗教的神圣外衣。这也是为什么他对性、身体、
堕落等罪行如此的执着。但这并不是这个角色最恐怖的一面。大麻雀真正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个人，它激活并带领了一整个群体。从社会心理学来看，这背后是两个非常基础、非常重要，也经常出现在现代人所生活的社会群体当中的机制：相对剥夺感以及群体认同。相对剥夺感指的是个体或群体通过将自己与某个参照物进行对照，发现自己处于劣势位置，从而产生出来的感受，通常会外化为各种不满、愤怒，甚至是怨恨等强烈的负面情绪。如果这些情绪无法得到妥善处理，那么就非常有可能激化出一些过激的行为来。我们的社会是由形形色色的个体组成的，这就避免不了社会当中会产生出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有些人会比较长期处于被压迫的状态，例如故事中处于社会底层的那些穷人们，而有些人既处于被压迫的状态，同时也处在压迫他人的状态，就好像那些位于社会中间层的大大小小的贵族和骑士。而即便是处于社会顶层的人，也会产生这样的情形。权力的游戏中，瑟西的堂弟兰塞尔·兰尼斯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这也是为什么后来兰塞尔会加入麻雀团的原因之一。而当一个人长期处于，或是自己觉得自己处于被剥夺、被压迫或是被忽视的处境中，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将会从渴望改变现状，慢慢的悄无声息地转变成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而此时的大麻雀恰到好处地出现，并且给了这群人3样他们极度渴望的东西：一个目标清晰的敌人，那些高高在上沉迷于酒色的权贵们；一个身份，我们才是正义的代表；以及一个无懈可击的理由和许可，我们站在道德的高地上，我们可以惩罚那些人。于是人群中发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独立的个体消失了，群体开始了它的运作。人不再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单独行动，而是以正义之名集体行动，甚至他们无论在内心深处还是在外观上都达成了高度统一。故事里的麻雀群体留着一样的发型，穿着一样的衣服，额头上刻上一样的印记，手里拿着一模一样但是却外形怪异的武器。所以大麻雀真正在做的事情，并不是像那些权贵一般的统治，它是在借用其他人的愤怒来达成自己的控制欲。而一旦愤怒被合法化，它就会变成一种难以控制的力量。而如果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跳出来，就会发现这样的事例在人类的整个发展历史周期中比比皆是。在我们这个系列中，我们曾经主要站在荣格学派的视角分析过来自高庭的小玫瑰玛格丽·提利尔这个角色。小玫瑰长袖善舞，站在心理学的角度，可以认为本质上是因为她非常擅长随时随地切换上不同的人格面具。而如果我们站在同样的角度去观察大麻雀这个角色，我们不难发现他也是一个使用人格面具的高手，甚至可以说，相较于小玫瑰那种不停切换不同的面具的情况，大麻雀则更多的是极端人格面具的代表。说到这里，我想你一定很容易明白，大麻雀的人格面具是清贫、虔诚、无欲、为民请命等。但当一个人完全认同这个面具时，他就会开始彻底否认自己内心深处的人格阴影。
就像我们先前提到的那样，大麻雀的阴影就是世俗间的各种欲望，它长期并且深度地压抑自己的黑暗面，并把这些黑暗面投射到其他人的身上。当他开始清除他人的罪孽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可以认为他是在清除自己无法面对、不敢面对，甚至不愿意承认的那些阴影。也因此，剧中的大麻雀在囚禁了小玫瑰之后，转头就立即处理了瑟西，也是非常符合他的这种人格构成的。瑟西看起来几乎完全就是大麻雀的反面，瑟西浑身上下由内而外地充满了对欲望和权力的渴望，并且不惜一切代价去暴力控制那些妨碍他取得欲望和权力的人。瑟西完完全全就是大麻雀人格阴影的外在显化，并且我们应该十分清楚地看到，大麻雀并没有抹杀瑟西这个真实存在的人，而是通过游街来惩罚瑟西所做的一切行为。也就是说，大麻雀针对的是行为。再进一步思考，我们就能够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大麻雀看似在惩罚瑟西，实际上就是在排斥和不承认自己内心的被压抑着的欲望，那是他的人格阴影。荣格说，一个人如果不能整合自己的阴影，成为一个心理成熟的完整的个体，那他终究有一天会被自己的阴影所吞噬。这也是为什么大麻雀最终的失败并不是偶然，而是一种必然。他拒绝所有的欲望，他极端地否认自己也是一个会产生各种欲望的普通的人。他压抑着自己所有的欲望，也压抑着整个麻雀团体所有成员的欲望，并且他还借助宗教和道德来强制抹除其他人的世俗欲望。但是他踢到了铁板，他面对的是整个故事中内心欲望最为强烈、最为不择手段的角色瑟西。在大麻雀的领导下，整个麻雀群体将自己内心被严重压抑的欲望外在投射到了瑟西的身上，并且企图通过强行逼迫瑟西忏悔认错，来既告诉世人，也告诉自己，我们压抑这些欲望是正确的。也因此，他们会被代表着他们自身阴暗面的瑟西所展现出来的那种强烈的控制欲所彻底吞噬。看到这儿，相信你能够理解，大麻雀的故事并不仅仅是一个宗教领袖的崛起与毁灭的故事，也不单纯是对人类历史上宗教权力与世俗王权抗衡的影射，它更像是一种提醒，提醒我们，当正义变成某种用来攻击他人的武器，当纯洁变成评价你我的标准，当道德变成了被用来合理审判他人的工具，那时我们就已经离人性越来越远了。而大麻雀的死亡也让我们看到，人非圣贤，我们并没有必要对于自己身上的阴暗面产生那样的不安和恐惧。与其否认和压抑它们，不如允许它们存在，因为任何对人性的否认，最终都会被人性本身所摧毁。好啦，感谢收看今天的心理镜头。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给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也有什么想要说的，我会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里留下你的看法或意见。如果今天的内容也让你想起了你身边的某个人，那就请你把这集视频转发给那个人，让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讨论中来。或者你也可以加入我们建立起来的粉丝群组，你可以在群组里点播任何想要看到的内容，也可以找我们的心理师谈一谈自己的近况和遭遇。谢谢你的支持，让我们下次再见。 Did you know this chapel is one of the oldest structures in King's Landing? I think I may have heard at one point.
Bela built his sept around it. But men worshipped here long before him. Who carved this altar? Do you know? I'm afraid I don't. No one does. There's no name on it, nor anywhere else in the chapel. Now, the people who built this place didn't inflict their vanity on those who came after them, the way Balor did with that great gilded monstrosity up there. Their faith was clean. Strip away the gold and the ornaments, knock down the statues and the pillars, and this is what remains. Something simple, solid, and true. The Tyrell's finery will be stripped away, their lies knocked down, their true hearts laid bare for all to see. And so it will be for all of us, high and low alike. What will we find when we strip away your finery?